娘，轻点儿，我快喘不过气了。傻孩子，不勒紧点儿，怎么能遮得住呢？都怪我那儿子大牛不争气，早早的就死了，别像咱俩寡妇。你这身子又招摇，若不遮好点儿，上了大街全是祸事。也怪我瘸了腿，家里快断粮了，只能让你抛头露面。娘，别这么说，我是李家的童养媳，要不是您当初把我救回来，我早就饿死了。大牛哥走了，还有我呢，我给您养了。哎，娘就知道你有孝心。我去山庄送个菜就回来，您腿不好就别浆洗了啊。好，那你自己注意点啊。王爷，到山庄了。皇上就是看您迟迟不破女人，才给您下了药。您就算嫌弃那些女人，也可以舒缓一下呀。别挑剔了，我去哪儿给你找个绝色美人呢？滚开！别看着我。丁徒子，好戏的样子。我心田里放若桃花千朵，历经过山长水苦，你是什么人？放开我！只因被锁，花灼灼。放开我！你敢轻薄我，我会去找庄子里的怪事告状的。这庄子是我的，放心，我会娶你的。丁徒子，王爷，您这是？您终于找到看得上眼的女子了。什么事？哦，前线800里加急，楚国携10万大军压境。军情紧急，我先去边疆，你派人寻找昨天的女子，务必找到她。是。这孩子继承了你雪白的肌肤，长得可真好看，皱巴巴的，好难看。出生没几天的孩子都这样，等长开了就好了。这么大的孩子一天一个样，孩子小名就叫福哥吧。听娘的。娘，是我对不起大牛。傻孩子，大牛跟你还没入洞房呢，人就没了。这孩子是老天爷给咱娘俩送来的血脉，对外咱就说这是捡来的，名正言顺的留下，咱娘俩以后也算有个盼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个小贱人啊！口口声声说着为夫守节，不肯跟我，却不守妇道，跟人生下这么个野种。来呀，把这个野种给我抢过来！母子连心控制这个小野种，我就不信他不走！哎，
你要干什么？没有王法了吗？王法，在这儿，老子就是王法。员外爷说的是密离不识抬举。只要您肯放过我娘和孩子，我就跟您回去。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吗？你这身子可把我缠了很久了。退！娘，都别动！别过！别！我跟你说，伊米莉，你带个孩子还拖个老太婆，你跑不了多远。哎呀！走！去找孩子的亲爹！你老男人会不管自己的骨血的！把这老家伙给我拖开！追！快给我绑回来！快！我去你的！追，快点跑啊！快看，是镇北王，他可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战功赫赫，声名远扬。欢迎王爷凯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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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找的女人找到了，小的无能，还未找到那位姑娘。废！哎，我的王爷啊！皇上为了您的子嗣，把我赵有才的名字都改成赵多子了。我比您更想找到那个姑娘，可京城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她呀？那我的男人真的能护住这个孩子吗？小贱人，我看你往哪跑！我看你往哪跑！别让他跑了，给我追！怎么了，王爷？我进宫复命，你回山庄等我。是。瞧，这床子是我的。他应该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此生契阔，与子偕。谁呀？怎么有个孩子？这是福哥，对不起，等娘渡过这个难关，一定会回来找你。在那儿，你们两个快去把孩子娘亲追回来。是。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爷。启禀皇上，镇北王此次伤势过重，恐怕已是伤及肾源根本，恐怕以后子嗣一时难求啊！你的意思是，我儿硬不起来了？哎呀，怪不得你这么多年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啊，还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庸医，你跟本王好好说话。皇上，臣不是这个意思。镇北王龙精虎猛，与房事上无碍，只是子嗣困难而已。放屁！朕不信，朕这就下旨，广招天下美女，总有一个能给你生孩子的。不放，反正我一心为国。不行，你要是没孩子，谁给你养老送终啊？这100年之后，如何去面对你母后？然后啊，你在天有灵，给咱儿子送个孩子吧。皇上，我们王爷
有后了！啊，这是王爷的儿子。难道是10个月前的那个女人？燕儿，真是你的孩子？应该是。皇室血脉胳膊上都有云纹胎记，真是你孩子，太好了！我燕儿没绝后啊！哈哈哈哈哈！他是不是饿了？来人，快去叫奶娘。是。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他哭什么？我乖孙还是个孩子，他怎么还在哭啊？回皇上，小皇孙他不吃我的奶。我来，没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启禀皇上，臣早年间游历民间，曾经听闻这天资聪慧者都是吃亲娘的奶，这小皇孙恐怕也是如此吧。传朕口谕，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小皇孙的亲娘，不能让我乖孙饿着呀！速速张贴皇榜，谁能让小皇孙吃他的奶，朕赏赐万金！哟，回来了！你以为你把那个小野种送走，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以前哄着你，可是你给脸不要脸呐，居然与他人私通！哼，今日你必须从了我！你这是强抢民女！哟，那又怎么样？这方圆百里，老子说了算。伊米里，你就认命吧。今天你插翅难逃了。你在这里确实只手遮天，但你敢跟镇北王抢女人吗？堂堂镇北王，什么国色天香的女人没见过，会看上你这种乡野的寡妇？我是要去镇王府给镇北王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小皇孙当奶娘。赵员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该怎么自救？镇北王府的小皇孙正在哄招奶娘，这谁要是当了小皇孙的奶娘，那岂不是要一步登天了？对呀、哎呦！我已经报名，按照排序，3日后我便去王府应选。哼，不就是接了张皇榜吗？选得上选不上还不一定呢。等你落选，被王府赶出来，嘿嘿嘿，我看你呀，还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儿？走！丽儿，娘，你没事吧？娘没事儿，赶快收拾细软，快跑，跑得越远越好。赵员外手里握着通关文书，我根本逃不掉。苍天，你开开眼吧，怎么能让这种狗官得势啊？娘，我虽然身在民间，命属草芥，但为了福哥，我绝不认命。这小皇孙怎么谁的奶都不吃？这谁能选得上？想要入选这么难吗？可我别无选择，必须成为小皇孙的奶娘。小皇孙都哭了3天了，连个女人都找不到，真是一群废物！本王亲自去找。王爷，找到了。人在哪？我们的人在庄子附近找了2天，终于在湖里捞出来一具女尸，落水的时间与去山庄的时间都对得上，穿的衣服也和那天我看到的一模一样。死了。听人说是失足落水，人在水里泡了3天。我们带人找到时，尸体都泡肿了。这镯子是我的，放心，我会娶你的。
常人把他安葬一宿，埋得体面些。是，虽然王爷与他只是一面之缘，并无情分，但她毕竟是王爷您20年来唯一能碰的女人，您就非她不可。日后要是憋坏了怎么办？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不吃奶娘的奶，怎么办？孩子不能再挨饿了。走，先去看看薛奶娘的情况。英密里到。哎，大人！你怎么在这儿？哎，大人，此女乃是洛河村的一个寡妇，这丈夫都死了8年了。刚刚她生了一个奸生子啊！你说这种不守妇道之人，怎么有资格娶不与小皇孙呢？是吧？哎，你们说是不是啊？啊！没有这种人。大人，赶紧将这不知廉耻的寡妇把她赶走，以免传到王爷那儿，脏了王爷的耳朵啊！既如此，你走吧。英密里，落。皇莽只说家世清白，身无其病的乳妇便可参选。我并未触犯条例，你不能划掉我。来人，把他拖走！哎，快，帮大人把他赶走！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密里小心肝儿，如今我就断了你的攀龙附凤的门路，你只能跟我走了啊！看我怎么把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就这样落选了吗？可如果被抓走了，娘和福哥怎么办？姓赵的，竟敢在王府面前强抢民女，你就不怕镇北王吗？去！王爷天天日理万机，哪有功夫管你这个贱民呢？去，别在王府门前闹事儿！哎，带走，快走！放开我！放开！怎么着？你还在等你那个野种爹来救你？他要真是有半分本事，怎么会让你像个破落户一样被这么多人耻笑啊？还是乖乖跟了我，带走。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住手！住手！放开！何人在此喧哗？我对这个女人竟也不感到厌恶。放肆！还不快放手！王爷终于能碰女人了，快多抱一会儿。参见镇北王。这就是赫赫威名的大雍战神镇北王吗？看着好吓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回王爷，此女不守妇道，与他人苟合，她已经落选了。我正要带她走，没想到她就闹起来了。您看，王爷，听闻小皇孙体弱，现如今正需要一个真心疼他、用心护他之人。我殷密离自幼被卖作李家童养媳，有着10多年的带孩子经验，更有一颗为人母的心。求王爷开恩，请给我一个参选奶娘的机会。殷密离，名字不错，记下。是。多谢王爷。王爷，不好了！他一说小皇孙再不吃东西，会有性命之忧啊！把这些奶奶都带进去。快，你们几个都给我进来！快！不过就是通过了初试，那小皇孙谁的奶都不吃，我等着你落选。奇怪，为什么我听见小皇孙的哭声，心口这么疼？
到底怎么回事？回禀王爷，这小皇孙已经试了108名奶娘了，还是不肯吃，他都饿了3天了。再一直这么下去的话，恐有性命之忧啊！一群废物，让奶娘挨个试，本王不信，连一个小奶娃都搞不定。啊，好了好了，王爷，这个奶娘的乳汁是最甘甜的，小皇孙一定会吃的。快去！小皇孙，你吃啊，吃啊！怎么样？啊，吃一下啊！好了好了，王爷，小皇孙还是不吃，这可怎么办呢？小皇孙不肯喝寻常乳汁，难不成真要等着他亲娘来才行？王爷，小皇孙饿极了，这小皇孙脸涨得通红，若再不进食，怕是要活活哭死了。还不快速速想办法！小皇孙若出了事，本王饶不了你们！啊，王爷，这可怎么办啊？小皇孙要是出事了，我们这一屋子的人都得跟着陪葬。我来试试。我的奶他都不吃，你以为他会吃你？况且你这么年轻，一定也没奶过孩子。叶蜜莉，她可是最有经验的奶娘啊！你，小皇孙不哭了。原来孩子长开了这么可爱，也不知道我的福哥如今是什么样子。王爷，小皇孙现在不哭了，快喂奶试试。叶奶娘，赶紧试试。小皇孙真的吃了他的奶啊！啊，此话当真？快让我看看！退后！都转过身去。你安心。王爷，我刚看了这位殷奶娘的生平，她丈夫已经去世了。原来是个小寡妇。小皇孙吃饱了。恭喜王爷，这小皇孙已无大碍了。叶蜜莉，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为何小皇孙只喝他的奶？为何小皇孙只喝他的奶？对了，太医，您不是说小皇孙只喝亲生母亲的奶吗？或许这就是民间传说，殷奶娘和小皇孙有缘。小皇孙真是我的福星。看来他的确与王府有缘。既然如此，小皇孙就由你来照顾吧。是。殷奶娘，你若需要告知家里一声，就速去速回。小皇孙要1个时辰吃1次奶，你可别耽误了。是。赵员外若知道我入选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想一个办法，一劳永逸。王爷，给孙副将家的抚恤礼已备好，是否现在就安排人送去？他家住何处？就在城东清河村最东边的那一间泥屋便是。孙副将是替本王挡了那一间子，本王亲自送去吧。好。这不是我家附近吗？有了。丽儿，你是个有福气的，日后有王府这座靠山，赵员外再也不敢欺辱你了。娘，等我在王府站稳了脚跟，你就把福哥接回来，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再团聚。好。时间不早了，
小皇孙还等着我喂奶，我先走了。您照顾好自己，我走了。就知道你会来。米莉，这么晚，你想上哪儿去啊？赵员外，你好大的胆子！如今我已经是小皇孙的奶娘，你竟然敢拦我的路！伊米莉，我真被你攀上高枝儿，我头顶上的乌纱帽还保得住吗？我必须趁你翅膀还没硬之前，让你折在这儿。你敢！如今小皇孙只认我的奶，倘若我出事，王府必定追查，到时候你们9族都担待不起。你吓唬谁呀？这月黑风高，正是山匪出没的好时候啊！等明日你被人发现，你早就被人劫财又劫色，曝尸荒野。你说，谁会怀疑到我头上呢？伊米莉，谁让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怪就怪你自己吧。杀！臭娘们，给我抓住他！别跑，站住！抓住他！王爷怎么还没来？看你往哪儿跑！给我砍他！本王的人也是你们能动的。参见王爷。赵员外，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世子奶娘！下官不敢，下官是一时糊涂，王爷恕罪啊！王爷，赵员外仗势欺人，不仅强占民田，欺压乡里，还逼迫民女做他的妾。刚刚还想杀我灭口，求王爷为我做主。可有此事？我你身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草菅人命，来人，打入京兆尹，从重发落。王爷饶命！王爷饶命！慢着！强抢民女！王爷，您日后可要当心啊，还挺泼。米莉，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跟你拼了！伊米莉，这世上还没有人这般算计。说，你想怎么死？绞刑还是一剑封喉？我不明白王爷在说什么。本王看过你的籍贯，你家离此处有1里的距离，回王府也不是这个方向，可你偏偏却在本王回府的路上遇险。你真当本王好糊弄？他竟然都猜到了，他杀人如捏死一只蝼蚁一般，我也要被他杀死了吗？怎么这么不经道？算了。看在小皇孙的份上，饶过你，没有下次。起来吧。
那种心思。王爷，我不是有意的。回府。这应该是庄子的方向。福哥，等娘下次休沐时就去接你。这个殷奶娘福气不浅啊，可惜是个小寡妇，地位低了些。若她是小皇孙娘亲就好了，皇上看在小皇孙的面上，定会为她和王爷赐婚。我竟对一个奶娘起了心思，定是太缺女人了。王爷，皇上又带来了2个女人，是赵冠丽把她们赶出去吗？带进来吧。哎，老奴这就去。王爷总算是愿意碰其余女人了。王爷，奴家来给您擦干头发。王爷，奴家来给您擦脚啊。王爷，你怎么了？别碰本王！王爷息怒，王爷息怒，王爷息怒！滚！都滚出去！王爷，怎么了这是？照例给他们发点银两。是啊，哎，还以为王爷真转性了。难不成如今只有阴密离才能让我有反应吗？我说了，让你们滚！殷密离，怎么是你？密离今日，多谢王爷的救命之恩，特意来给王爷暖床。王爷，你怎么了？我竟然梦见了这种事，看来我今日还是太瞎了，得空得多巡视一下军营。王爷，如今你已经是小皇孙的奶娘，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更要有身为王府下人该有的样子。进去把自己身上仔仔细细洗干净，以免落了主子的嫌弃。是。多谢嬷嬷指教。洗干净后就来小皇孙房间伺候。嗯，好。两位姐姐好。敢问热水在何处？哦，那有柴，那边有水，想要热水自己烧吧。什么东西也敢使唤我们？就是，我今日才得罪了王爷，还是低调一些，别惹事。听说了吗？晚上啊，有2个侍女想要爬王爷的床，直接被王爷给赶出去了。什么呀？我听说是被杀了，血淋淋抬出去的。天哪，这太可怕了吧！看来王爷还是不想碰女人，只有小皇孙的娘亲能让他有感觉。也不知道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啊，
竟然这么有福气。王爷这么多年就碰了一个女人，还生下了小皇孙。皇上发话了，无论她是何身份，都将是我们未来的王妃。王爷不让女人碰，那我今天还真是逃过一劫。王爷，这边。王爷，属下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把我害得失眠，殷密离现在在干什么？素日里，我见那些农户们都长得瘦骨如柴，偏躺。他平日里究竟吃的是什么？谁？王爷，你怎么会来这里？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想去哪就去哪。反倒是你，沐浴不关门，你是何用意？难道你想勾引本王？听说了吗？晚上啊，有2个侍女想要爬王爷的床，直接被王爷给赶出去了。什么呀？我听说是被杀了。我没有，分明是王爷自己闯进来的。是吗？你的意思是我居心叵测？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很怕我？王爷龙章凤姿，天下谁人不惧？果然是生的一张巧嘴。王爷饶命！我真的没有想要勾引你。这么怕我，看来是要慢慢来了。罢了。王爷果然喜怒无常，太可怕了！我以后定要小心谨慎，离他远点。太好了，王爷这下总算能疏解一下。王爷，你怎么这么快？回去。啊？回去干什么呀？冲冷水澡。啥？多好的机会啊！哎，连个女人都搞不定，还霸道王爷呢。小皇孙哭半晌了，估计是饿了。你看，小皇孙力气还挺大，估计他怕你走，赶紧喂奶吧。好。小皇孙睡着了。对了，今日你正式当差，一会儿带你去见过钱女使，她是宫里派来专门照顾小皇孙的正六品女使。待会儿见了她，你要小心应对。好，多谢嬷嬷提点。钱女使，她便是伺候小皇孙的奶娘殷密离。见过钱女使。小皇孙如今只喝她的奶，那我必须压一压他的气焰，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院子里做主的。今日我从宫中过来，特意带了催乳汤给殷奶娘，喝了更好的哺育小皇孙。钱女使，这催乳汤一般是民间妇人不下奶时才喝的，这比黄连还苦。这药是宫里让我送来的。殷奶娘，难不成你想抗旨吗？
殷奶娘，你必须一滴不剩的把它喝完。哼！钱女士只是想让你知道，这院子里谁说了算。你想不想争一下？我现在只想赚点钱回家，没必要争这些长度。多谢钱女士。殷奶娘，怎么不喝了？钱女士，这药里面是不是加了黄芪？那又如何？这些可都是补气血的好药。还知道黄芪，宫里折磨人的手段有千百种。你殷蜜离不过是个小小的农家女，我就不信拿捏不了你。黄芪性温，我若喝下去，小皇孙喝了我的奶必定会上火，所以……好你个殷奶娘，以为拿捏了小皇孙就能做这个院子的主了？钱女士，你若非逼我喝下这药，耽误了哺育小皇孙，只怕会在王爷和皇上面前无法交代。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今日我便让你看看，在这个院子里到底是谁在做主。来人，把这药给他灌下去！若是逼我喝下，小皇孙就没奶喝了，我看谁敢！我奉宫里之命，还教训不了你吗？杵在这干什么？给我滚！放肆！见过王爷。钱女士，这是本王的王府，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发号施令了？王爷息怒，奴婢不敢。这药是奴婢从太医院求来的，都是大补。奴婢是为小皇孙好啊。回禀王爷，民女身体很好，若喝下这大补之物，让小皇孙喝了我的奶，必会上火。放肆！你是在质疑太医的药方吗？他会相信我吗？王爷明鉴，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加害小皇孙啊！本王看你敢得很！你以为有宫里给你撑腰，就可以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以后殷奶娘的事不归你管，罚你滚出去，跪2个时辰。是。这汤里面不只有黄芪，还有紫河车，的确太苦了。幸好殷奶娘只喝了1口。紫河车是什么？快忍忍！王爷最厌恶这种污秽的味道。快忍忍！完了，我屡次三番惹这煞心厌恶，他会要处置我吗？王爷，殷奶娘她不是故意的。擦擦。多谢王爷。你平时不是挺伶牙俐齿的吗？怎么如今差点被人欺负了去了？钱女士毕竟是宫里派来照顾小皇孙的。你一个区区6品女官，你身为小皇孙的奶娘，一言一行代表着小皇孙的体面，还是说你觉得小皇孙连个6品女官都不如？我没有。一年作一曲同心，一眸星月，夜夜流光相交接。以后不许再让别人欺负你，你明白了吗？明白了。
王爷，糟了，是刚才喝的醉乳药起作用了。王爷，该不会又以为我在勾引他吧？飞蛾不住眼，静影星火独照明月。安太守剑千百夜，情字字孤中无解。快去换件衣服吧。是。看来王爷对这个殷奶娘很不一般，就是可惜她身份低了些。若她便是小皇孙的亲生母亲，这王妃之位定是她的。王爷好像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肯定是因为小皇孙才对我再三纵容。对。殷米离，你老实交代，你跟王爷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何这般维护你？钱女士，王爷说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去勾引王爷？我告诉你，王爷根本就不会把你放在心上。未来的王妃也不会是你这种农家出身的寡妇。哼！哎呦，怎么都说我勾引王爷？看来以后要离王爷远点了。他这是在躲着本王？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躲着我干什么？嬷嬷，我来吧。殷奶娘，以后这种小事交给我干就行了，你就只负责喂奶，别累着了。多谢嬷嬷心疼。小皇孙平日里脾气可大了，对你倒总是笑。福哥也是这样，婆婆抱着就哭，我抱着就笑。嬷嬷，不知我下次休沐时日是？像我们这些下人都是每6日休息1日，但小皇孙离不开你，所以你每3日休息2个时辰。2个时辰足够了。福哥，3日后娘就去接你回家。已经2日没有见到殷米离了，就这么躲着我。这王府都是本王的，我倒要看看他能躲到哪里去。哦，哎呦，参见王爷。殷米离呢？殷奶娘今日休沐，特意告假2个时辰，这会儿不在府里。她休沐怎么不告诉本王啊？啊，本王的意思是，她休沐了小皇孙的奶谁来喂啊？啊，殷奶娘走之前已经在玉瓶里温好了奶。王爷，老奴记得咱们王府在郊外似乎有个庄子，您若无事，要不要去巡视一番啊？本王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去巡视什么庄子？王爷说的是，可是那庄子正好在殷奶娘村子旁边，您若去了，回来的时候正好可以捎带殷奶娘一程嘛。那本王便去一趟。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福哥在这里过得怎么样。说是我跟他们要孩子，他们不肯还给我怎么办？可如何是好？不管了。干什么呢？先看到孩子再说。我是来送菜的，大哥，咱们前段时间见过，你记得吗？有点印象。进去吧，厨房在那边，别走错了啊。这山庄这样大，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的福哥。到底是咱们管事唯一的儿子，瞧这长开的模样，唇红齿白的，真有福气。他是这里的管事，看来他们手上抱着的就是我的福哥。你还不知道吧？管事连书童都备好了，就等着开门后送私塾呢。这孩子啊，真有福气，能托生在这么富裕的人家。是啊，这要是寻常人家，怕是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送去读书啊？是啊，孩子留在这里，日后能读书识字，进榜高中，跟着我却只能吃苦。我真的要把孩子接回去吗？托王爷的福，见内前几日也生了个大胖小子，特向王爷报喜。回头去账房支100两，算是本王给孩子的赏赐。谢王爷恩典。殷密离，他怎么会在这儿？你咋这么磨蹭呢？山庄来了贵人，赶紧走吧。走。拜见王爷。殷密离，他来山庄做什么？是来送菜的。送菜？这附近的村民经常会送点新鲜蔬菜来卖。休沐不好好休息，却来这里送菜。我虽命如草芥，却不想我儿也如我一般平安。我今日若真带走福哥，他日后长大可会怪我。真的所有退路后，像宿命之气，是命定的谜。任凭身份如飞絮，飘零不可及，偏不起，在我心上回不去。王爷，殷密离，你休沐氏跑来送菜，是因为缺钱，还为了几两银子哭。瞧你这点出息！四王爷这般生在富贵窝的人，哪里知道我们乡下人的苦？就像这雪，与你们是美景，与我们穷人却是催命符。贫穷还会让人母子分离，会让人冻死在寒冬。王爷饶命，是我口无遮拦。不要难过了，他没生气。你别哭了，本王给你涨月银便是。当真？当真。多谢王爷。若我能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给福哥请先生置产业，那时就可以风风光光的把他接回来。王爷，日后我一定会更用心照顾小皇孙的，绝不让您失望。本王要的不是这个。那王爷要什么？
本王要你。我转身轻叹，不是个的过，在一杯酒饭下，留宿命不淡，为你牵挂，为你踏遍万丈高崖，当然的提升。不要！一念在一曲同心，一梦星月，夜夜流光空皎洁。今生几许无戏言，离世未解，凭此生不可作别。你不喜欢本王？王爷又不是银票，难道人人都得喜欢？至少历经烟火人世间。王爷怎么又没得手？唉，不过这世上竟还有人不愿意做王爷的女人。他为何不喜欢本王？王爷，我听说殷奶娘虽然丈夫早逝，两人从未洞房，但其实有个情夫，还给人生了孩子。难不成她是喜欢那个情夫？他那情妇定是个混账，否则又怎么会让他为了几两银子哭呢？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有什么可留恋的？他能有本王好？唉，定是比不上王爷风姿卓越，殷奶娘定是被他哄骗了。你去给本王查一下，那个负心汉到底是谁？是。不是说王爷碰到女人就想吐吗？怎么会对我起那种心思？可小皇孙只吃我的奶，我也还要赚钱接回福哥。殷奶娘，哎呦，我的祖宗啊！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啊？小皇孙饿得哭了半个时辰了，你赶紧跟我来吧。殷奶娘，快进来呀！怎么了呀？快点儿啊！快去！本王还有些要事要处理，你们好好照顾小皇子。是。看来我拒绝他，他也没生气。也是，堂堂王爷，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哪会真跟我一个奶娘计较？小皇孙别急，我来了。哭得这么伤心，是不是以为我不回来了？放心吧，我不会走的。殷密里，你早晚是我的。天天说霸道语录，光说不做有什么用啊？哼！殷密里，先生好。月银20两。20两，这也太多了。他这领的比管事还多，看来日后小皇孙的院子是他说了算。于文贤，殷密里，你一个死了男人的乡下寡妇，还想骑到我头上，绝不允许！虽然我很想赚钱把福哥接回来，但这钱也太烫手了。王爷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谁？你们干什么？殷奶娘，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手脚不干净，偷盗王府财物！钱女士，自我入府以来，你就处处针对于我，如今还空口白牙，污蔑我偷窃，我这就去找赵管事做主。
污蔑！哼，我亲眼看到你偷盗王府财物卖给当铺，否则你一个乡下来的寡妇，怎么穿得起这身绫罗绸缎？我记得尹奶娘刚进府的时候穿的的确很穷酸，这分明是府里发的，你少血口喷人！荒唐！府里一年只发夏冬2季衣裳，且都是粗布麻衣，怎么可能发绫罗绸缎？还在这撒谎！哼！哎呀，你说你没有偷东西，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东西，在你房里搜到的，不是你的，是谁的？王爷，您是去书房还是用膳？本王记得今日该发月银了吧？啊。殷命离那谨小慎微的性格，此刻恐怕又惶恐不安吧。走，去看看。没想到殷奶娘看着那么老实，竟会做出偷窃这种事。敢来王府偷东西，胆儿不小啊！是你栽赃给我的，这话可不能乱说。这么多眼睛瞧着呢，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不要慌，我一定能找到证据自证。你把当铺凭证和银票给我看看。这可是物证，岂能给你看？殷密离，依照王府戒律，偷窃者废掉双手。来人，把他给我按住！放开我！哼！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有偷盗，更何况就算惩罚下人，也应该是赵多子和王爷来。哼！我乃宫中派来的管事，有权处罚下人。哟，这就受不了了！敢抢我管事的位置，你早该想到今日的下场。哼，你这双手啊，别要了！谁允许你们在王府动用私刑的？王爷恕罪！王爷恕罪！王爷恕罪！是他偷盗王府宝物，抵押换钱。我没有。你还想抵赖？我早就派人查了，你从小被卖到李家做童养媳，还没等成婚，男人便病死。你跟一个寡妇婆婆，到家里穷得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你养不起孩子，自然只能偷。我家虽贫寒，却也知道礼仪廉耻。王爷，证据在此，请您严惩殷密离，以儆效尤。王爷，皇家找奶娘都找家世清白的，小皇孙特殊，才找了他这么个穷酸货。他初来王府，乍见富贵，那可不就迷了眼了吗？他知道我缺钱，又会像他那样认定是我偷的吗？王爷已经给他涨了月银，怎么还行偷盗之事？人穷志短，贪得无厌呗。住口！若因贫寒就该被人看不起，那始于微末的太祖又算什么？英雄不问出处，本王用人凭的是心。本王行军多年，这军中多的是吃不起饭、家中穷困潦倒的士兵，若不是他们在前线征战，又哪来你们的安稳生活？我以为他高高在上，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懂民生之节。本王信。
王爷，这证据在此啊！你别以为你污蔑我只有天知地知，凡事做过必会留痕迹。这不过是普通的当铺凭证和银票，有什么痕迹？王爷，你可千万别被他给迷惑了呀！有了，王爷，这手帕质地不凡，上面还有“制造”二字，乃内务府所造。颇老有机灵，不愧是本王看上的女人。钱女士，这宫中用品一针一线皆被登记造册，这手帕是谁的，一查便知。王爷恕罪，王爷，奴婢一时糊涂。王爷，您就看在皇上的面上，就饶过奴婢这一次吧。王爷饶命！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但你不知悔改，还要为难我的人，这样的人我留不得。来人，拖出去杖毙！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王爷！你们还不快滚出去！是。刚英雄救了美，王爷这次总能如愿以偿了吧？王爷，你要干什么？你觉得本王要干什么？王爷，这不合规矩。别动，本王便是这王府的规矩。你不用担心，本王不是那种强迫女人的人。从前竟没发现，王爷的睫毛比女人的还长。忘掉对错输赢，贴着你笑看里。多谢王爷，我还有一事想要与王爷说。你说。20两月例银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受之有愧。小皇孙乃是龙子凤孙，你身为小皇孙的奶娘，如此尽心尽力照顾他，20两银子怎么了？还是说你觉得本王的儿子不值20两银子？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定不负王爷所望，誓死照顾好小皇孙。殷美丽，早晚有一天，本王会让你心甘情愿当我的女人。王爷，你又没得手。本王岂是那等强人所难之人？我看呐，你这是被殷奶娘给拿捏了。这殷蜜离心思周密，以后啊，这小皇孙院里的一应事务，全部交由他来打理。是。他答应你了？没有啊。那你还对他这么好？本王就是要给他钱，又给他权，我要让他过惯这种前呼后拥、金尊玉贵的日子。我让他离开我以后，他都觉得难受。你说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就自然就忘了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的野男人了？家里的房子都漏风了，我本还担心这个冬日娘会挨冻，这月银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周大哥，殷大妹子，周大哥你久等了，我照顾小皇孙实在不得闲，辛苦你帮我把这银子递给我婆婆。没事儿，咱们呀都是一个村里出来的，又都在这王府里当差，理应互相照应。而且我正好回村一趟，顺路的很。
那就谢谢你了。哦，对了，你帮我给我婆婆带句话，让她这钱别舍不得花，缺什么就拿去买。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好。王爷，我们的人查遍了整个村，竟就无一人知道殷奶娘孩子的父亲是谁。但这个叫周大虎的和殷奶娘是青梅竹马，村里人都说孩子有可能是他的。殷灭离，这个男人究竟有哪里好？王爷终于要去强取豪夺了。若吓到他，岂不是更怕我了？哎，堂堂战神王爷，面对一个女人，竟然如此优柔寡断。那我就先走了。周大虎，见过王爷。王爷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听说你武艺超群，本王今日正好有雅致，来与我切磋一下。起来。就这，此人究竟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起来。相公，你没事吧？您喊他相公，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怎么还动手打人呢？王爷，王爷，骁勇善战，属下技不如人。你已经娶妻？是，属下已娶妻5年。我夫人今日是来给我送换洗衣物的。你既已经成家，就该安分守己，不要去勾搭什么良家妇女。我没，还不赶紧退下！是，属下告退。怪不得这个周大虎不对殷奶娘负责，原来是早已成婚了。小皇孙，你可真是粘人。王爷，王爷请自重。殷灭离，你是眼瞎了吗？周大虎有家室，竟跟他私通生下孩子，你就这么作践自己？我是生了孩子，但这一切都是有缘由的。我行得正，坐得端，就算你是王爷，你也不能这般无我清白。什么意思？那孩子不是周大虎的？是谁告诉你是他的？那是谁？我不知道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登徒子。王爷之前信我，我本以为你不会像旁人一样看不起我，没想到你终究还是轻贱了我。王爷，在乡下无依无靠的妇孺，总会遇到恶霸强占。殷奶娘生得如此貌美，村里惦记她的人定然不少。会不会是被人欺负，这才生下了孩子？没想到他还遇到过这种事情。我刚才还这么说的，怪不得他这么伤心。给我查！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畜生给我查出来！我要将他扒皮抽筋，碎尸万段！是，我这就去办。王爷，不好了，殷奶娘她要辞官回家了。
什么？殷密离，没有本王的命令，谁允许你擅自离宫的？王爷日理万机，还要干涉一个奶娘的去留不成？放开！别走！放开！就算你是王爷，也不能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殷密离，本王知道错了。身份贵重的王爷，竟然会向我道歉。我以后再也不强人所难，也不会随便乱说什么。而且，小皇孙只喝你的奶，你那么心疼小皇孙，你走了以后，小皇孙该怎么办？你就算是生本王的气，你也不能抛下他不管啊！别走好吗？谁跟你说我要抛弃小皇孙？刚才家里传来信，说今早我婆婆不慎扭伤了脚，我只是回去看看。啊？哦，你不走啊？我以为……我就是回去看看我婆婆，我会快些回来的。那你去吧。你发现没？他一点都不怕我。列亚岛王爷没救了。你赶紧去宫里找个太医，给她婆婆看病去。是。娘，您先在这里坐着，我去把菜端过来。李儿，辛苦你了，都是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连累你了。娘，您说什么呢？小时候您没嫌弃我是个累赘，将洗衣服，抚养我长大，如今何该是我照顾您？终究是我们李家对不住你。这段日子，我也想明白了，你还年轻，若日后看上了对眼的人，我就认你做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娘，我不嫁人，我就守着你和福哥过日子。哎呦喂，这不是府里的大红人吗？李婶子，你天天吹嘘说你这儿媳是府里最受器重的吗？怎么你这生病了，她也不从王府找个郎中来给你瞧瞧呀？哎呀，一个小寡妇能有什么器重？看我们乡下人不懂得王府的门道，在这儿吹嘘罢了。既然知道自己不懂，那就闭上你的臭嘴，别到我门口喷粪。婶子小心了！你个贱人，平日里闷不吭声的，你就是心肝蔫坏。你别以为进了王府就当主子了，你想长什么呀？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下人，有本事你把王府郎中请来给你婆婆看病啊！你吹嘘什么呀？你也吹嘘！哼！镇北王到。哎呀，我竟然见到活的龙子凤孙了！娘，这长得也太好看了吧！王爷怎么来了？本王听闻李大娘腿脚不便，特意请来太医为她诊治。我多谢王爷。大娘不必多礼。
拿进去。这些都是王府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收下。这么多补品，得值不少银子吧？女主在王府里啊，做什么见不得的勾当换的？毕竟啊，她连野种都生。女子清誉不在罗裙之下，而在品行之前，应是在王府恪尽职守。本王以礼相待，你们却在这妄加揣测，恶语相加，简直放肆！王爷饶命！饶命！贱嘴！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再让我听到你们在这胡言乱语，我就把你们舌头给拔了！滚！哼，殷姑娘这下还不得被王爷给迷死？你骂我的时候不是挺伶牙俐齿的吗？怎么刚才被他们对的说不出话来？村里是非多，说是把人说毛了，动起手来。我和娘两个女流之辈，不是他们的对手。那你骂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些？王爷心胸宽广，又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在他眼里，我果然与他人不一样。谢王爷帮我们梨儿说话，王爷真是清汤大老爷。娘是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水清则明，清汤也挺好的，无妨，免礼吧。王爷，您怎么亲自来了呀？本王的孩子想蜜梨了，我来接他。他说话怎么这么暧昧？那梨儿，你赶紧跟王爷回去吧，我这里有太医，腿肯定没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啊。小皇孙的确快到喝奶时间了，那我先回去了。有劳太医。您好生休养。小心！王爷，放开我！王爷，马车狭小，不宜乘坐2个人。殷奶娘，王爷今日在军营演练，不慎牵动旧伤，现在正疼着呢，麻烦你给他上下药。王爷，您受伤了。有劳。是不是很丑？吓到你了吧？没有，一点都不丑。这些都是王爷保家卫国的勋章。王爷受伤的时候很疼吧？他这是在心疼。这道疤是当年跟楚国大将大战时留下的，当时箭头就差1寸，就刺穿了心脏。到现在，每逢阴雨天气，还是会隐隐作痛。我帮王爷上药。如梦啊，一刻入心间，寸寸相思牵着不可说的。王爷真能说，那伤口明明离心脏远着呢，
还阴雨天会疼。我伺候您那么多年，也没见您说疼过。为了追媳妇儿，苦肉计都用上了。漫漫流年，经此生皆为情所愿。点燃书中情话，得来终觉浅。缓缓岁月，执手相拥，写作誓言。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谁能不心动？小心！表哥，表哥，你终于回来了！莹莹在这里等你好半天。表哥，摔倒了，你扶我一下。上岗。表哥，你太过分了！我要去向皇帝姑父告状。哎，表小姐，尽量。王爷他对女人过敏，碰到女人会吐。他碰到女人会吐？可是他之前碰我都没事。你一个狗奴才还想欺瞒于我？我刚刚明明看到表哥碰这个女人。说，你用了什么法子，才让表哥不吐的？我不知道。那你平日里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可曾用花瓣沐浴？你头发好香啊！你用的什么头油？我早上起来会先喝一杯水，日常喜欢吃面食。至于沐浴吗？我只会用皂角。皂角？我记住了。放心吧，本小姐不是那种过河拆桥之人。等我当上王妃，给你重重有赏。如今我已经从头到脚都用皂角狠狠洗过，表哥这次定能与我接触。表哥，你来啦！你这次见我定不会再吐了。表哥，啊，你别哭了。怎么会这样？我已经按照殷姑娘教我的法子洗衣沐浴3日了。谁？殷蜜离？啊！我上次见你同她接触不会吐，我就向她请教吃什么用什么，她就将法子一五一十的全告诉我了。殷蜜离真是好硬的。哎，表哥，这是怎么回事啊？王爷生气了，终于要对殷姑娘霸王硬上弓了。王爷，你怎么了？殷蜜离，你就这么把我推给别人？我对你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你到底有没有心啊你？他这副样子，看来是气坏了。我好，看来是我太惯着你了，我今晚就要把你给要了。我错了，对不起。什么？之前你欺负我一次，我欺负你一次，咱俩扯平了好不好？你倒是会算账，一报还一报，还带利息的。他果然吃这套。王爷，你快走吧，这青天白日的被人看见不好。殷奶娘，你在吗？殷奶娘。今日暂且饶过你，
王爷，你从窗户走。不是我堂堂镇北王，你让我从窗户走啊？不是，我。叶奶娘，我听到你声音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没事。叶明丽，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对不对？民女不敢。好，还恻隐。好，这一份本王自己挣。别，我认行了吧？叶奶娘，你教我的办法，表哥见我还是吐，你再跟我说说。你还敢教他？不敢了，我真不敢了，我错了。请下。王爷，今天成功了吗？这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啊？叶奶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着急给你开门，不小心撞到了。那你没事吧？没事啊！我跟你说，表哥现在见我还是吐，你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你怎么会不清楚呢？难道是他看你长得美，所以不吐？我长得也不丑吧？小姐，绿竹，你怎么来了？小姐，不好了，江南出现了水患，丞相大人让我来通知您一声。皇上刚刚将这个差事交给了镇北王。完了，怎么了？表哥最是忧国忧民，这种事情没有1-2个月根本处理不好，他肯定又不好好用餐了。不行，我得去盯着他。嬷嬷，你快看，小皇孙吐泡泡了。小皇孙这都快1个月了吧？真出落得越发漂亮，跟咱们王爷啊，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哎呦，王爷似乎快有3天没来看小皇孙了吧？我听赵多子说，王爷在书房忙于政务，已经3天没有吃过饭了。要不这样，你将小皇孙会吐泡泡的消息去告知王爷，指不定他一高兴就吃东西了呢。好。殷姑娘，你来的正好，要不你给王爷送进去吧。赵多子，你这不是在害殷奶娘吗？还是我去吧。表小姐，此方案也不可行啊！若是再想不出办法，这积水排不出去，这一方的村落都会塌方了。将此河道和此山峰炸毁，便能化山为曲。此方案可行啊！此方案妙啊！快去研究下如何炸毁。是。表哥，不如先喝口参汤，这可是我亲手炖的。书房种地，谁让你进来的？你再不用餐，你身体会受不了的。简直胡扯！你知不知道，本王多耽误1刻钟，就会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滚出去！表哥，滚！滚就滚！
表小姐，殷姑娘，要不您去试试？啊，不行不行，表哥现在特别可怖，连我进去都被骂出来。你让殷奶娘进去，万一她被表哥杀了怎么办？表小姐，我也有危疾，再不吃东西，灾情还未解决，他怕是就要倒下了。我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让殷奶娘试一试。好。这个方案可行。我等这就去带人炸山，只是那些难民，本王自会处理。是。滚出去！啊！本王说了，不许打扰。王爷恕罪。怎么是你啊？没事吧？快起来！本王刚才没看清，疼不疼？疼。本王这就换府医生了。王爷，你若真是觉得抱歉，就把这饭吃了，我就不疼了。胡闹！王爷，我知道你心系百姓，可若是您先倒了，那些灾民谁来救治？救灾固然重要，可也不是一日之功，您得先保全自己，否则大家都会心疼的。你也会心疼我？不只是我，赵多子和王嬷嬷都心疼坏了。行吧，吃什么？一抹光影照进长夜的孤城，爱与江山该怎么平衡？是非不及，却惹一身的伤痕。命运如你这是按日期和轻重缓急排了类？你还识字啊？大牛哥之前读过几年私塾，我跟着他识了几个字。人都走了那么久了，你倒是记得清楚。我是李家捡回来的童养媳，跟大牛哥从小长到大，情同兄妹。王爷，你先用膳。本王吃饱了。王爷一看就是没有饿过肚子的人。您可知，你剩的这几口面，我们庄户人家得顶着日光，在田里苦熬好大半年。行了吧？王爷都饿了好几天了，要不要喝碗面汤养养胃？伊米莉进去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真的被表哥杀了吧？应该不会吧？不行，我得进去看看。你没事儿？幸不辱命。太好了，王爷这几日低迷未尽，可把我们急坏了。我就知道殷姑娘有办法。等等，不对啊，为什么表哥一定会吃殷蜜离送进去的饭菜？这……表哥从不碰女人，唯独碰你就没事。还有，你刚刚进去打扰他，他也没冲你发火。表哥早就看上你了，是不是？表小姐，我……好啊，你们整个王府上下都知道，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我还向你讨教如何讨表哥的欢心，亏我把你当朋友，却把我当猴一样戏耍，太过分了！我再也不要理你们了。表小姐，骗子！表小姐，擦擦吧。不用你加好心。从小就跟着表哥屁股后面跑，可他怎么看上了你？没错，他定是眼睛有疾。你放心，我绝不会和他在一起。表哥可是顶天立地的战神，是整个大庸的守护神，他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他？好，好，好，我不嫌弃。表小姐，不气了吧？我没生气，我只是难过，他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表小姐，我出生在乡野，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小时候很喜欢蝴蝶，我婆婆她呢，让我不要追逐蝴蝶，应该在院子里种满鲜花，蝴蝶自然会飞过来。春暖花开，蝴蝶自来。你是想告诉我，爱人得先学会爱己？还是表小姐说话好听，像我就说不出此等道理。好吧，你确实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难怪表哥会喜欢你。其实，表哥也很可怜。你知道他为什么一接触女人会吐吗？为何？皇帝姑父跟我说过，在我姑姑皇后娘娘去世的时候，皇帝姑父沉浸于悲痛当中，就把5岁的表哥交给李贵妃照顾。可没想到，你母后活着的时候压我一头也就算了，就连死了，皇上都不多看我一眼。凭什么？我哪里比他差？你们两个给我把他关进暗室，他父皇不来看我，就不给他饭吃。表哥被李贵妃带着2个宫女偷偷虐待了2年，才被皇帝姑父发现。从那以后，他一接触女人就想吐，御医说这是心病。2年？那时候他还那么小，也不知道王爷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李贵妃怎么可以如此恶毒？这样的人就该被千刀万剐。他早就被皇帝姑父下旨赐死了，连他娘家也一并倒了。那是他活该。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以后好好对表哥。你哪儿都好，就是身份太低微了，皇帝姑父恐怕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表哥以后可能也只会有小皇孙这一个儿子了。你要是小皇孙的生母就好了。王爷，该用膳了。这样的天之骄子，心里装的是天下和名声。怎么了？王爷，有您这样的人在，是大庸的福气。既受万民爱戴，自然要心系万民。王爷，您吃的太少了。这个点心不错，您尝尝。
手中长亭般青色和鸣，款款落笔也多情。举案齐眉唱一段，如梦佳期，只盼望白首同行。情难自禁忘却，今夕是何夕？模糊了夜色，荏苒注意。今日这松茸鸡汤炖的倒是鲜，一会儿定叫王爷多喝2口。殷姑娘，江南水患的问题解决了，王爷的公事终于告一段落了。太好了，王爷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殷姑娘，快把饭菜送进去吧。王爷之前忙得脚不沾地，如今定会给您一个名分了。你哪儿都好，就是身份太低微了。皇帝姑父恐怕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是时候和王爷说个清楚了。一念作一曲同心，一眸星月，夜夜流光相交接。王爷真的很英俊。情深几许无息，眼里一时未解，平三生不可摧毁。如梦啊，蜜离盯着本王看了这么久，一定是对我这张脸很满意的。不可说的妄念，可知王爷，之前您一直忙着政务，我便没来打扰。其实，我以前有些事想跟您谈谈。说。其实我生母乃是一户官家的小妾，最后被主母找了个理由，活活打死。其后我便被发卖，这才被李家买下，做了童养媳。你想说什么？生母死时，我才5岁，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发誓，此生绝不做妾。王爷，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你我身份悬殊，求王爷放过。殷蜜离，本王何时在乎过这种身份悬殊？而且，本王什么时候说过纳你为妾？你听好了，本王要娶的是镇北王妃。王妃？我若是把你当个物件，直接强纳为妾便可。我何须花费那么多心思来讨你欢心？王爷，快喝汤吧，汤快凉了。不喝了，本王要进宫复命，顺便向父皇禀告你我的婚事。此次江南赈灾的事情，你调度有方，处置得当，让灾情得以速速得以平息，甚得朕意。你辛苦了。为父皇分忧，乃儿臣本分。只要百姓安居便好。快3个月没见我大胖孙儿了，孩子的百日宴也该筹备起来了。父皇，儿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欲大办。质子福薄，大办恐折了他的寿，不如摆个家宴，到时候邀请父皇大驾光临，咱们一家人吃个便饭就是了。还是我儿想的周到，就依你。对了，还有个事儿，听闻小皇孙的生母去世了，你有何打算？要不，朕下旨办个赏花宴，让你相看各家名门贵女，给你选个侧妃，
照顾你起居。父皇，儿臣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就是你府里那个奶娘吧。她身份低微，但难得合你心意，就赐她侧妃吧。儿臣想娶她为正妃。胡闹！她是个寡妇，给别的人生过孩子，你要是娶了她，不怕被世人耻笑？儿臣不惧人言。你不要脸皮，朕要啊！孩子要是他给你生的，不用你说，朕一准封他为正妃。你堂堂镇北王，要给别的女人养孩子，滚滚滚！朕看见你就烦。父皇，儿臣绝不会让心爱之人为妾。这头倔驴翻起倔来，10匹马都拉不回来，真是活脱脱另一个朕。算了，这事不急，等日子久了，什么情爱也就淡了，到时候朕再另做打算。朕忽然想起来，御书房走水了，朕得去看看去。父皇，儿臣。你去准备大婚事宜，一切按照正妃规格筹办。可是皇上不是嫌弃殷姑娘出身低，所以没同意吗？是本王娶妻，又不是他娶妻。您这样先斩后奏，届时若皇上降罪下来，殷姑娘，你都听到了。王爷，既然皇上不同意的话，伊米莉，你可是怕了。我想说的是，只要王爷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既然皇上不同意的话，等他降罪下来，我愿与王爷一同承担。宁君一字一句再赠予你一血，让你回忆留藏在温柔眼底。米莉，你放心，本王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引你入府，让你成为我名正言顺的王妃。好，我等你。对了，你忙了2个月都没有去看小皇孙，要不去看看？今日我休沐，我也得去看看我的孩子。这段时间，我都忙着江南水患的事情，都忽略了你忍受着母子分离之苦。你去把婆婆和孩子接到王府来吧，本王一定会对你的孩子视如己出的。真的可以吗？多谢王爷，我现在就去山庄要孩子。斩断所有退路后，像宿命之气，是命定的谜。任凭身份如飞絮，飘零不可及，偏不起，在我心上回不去，像一个印记，难消的孤寂。最初的两心同中不渝。皇上，这就是小皇孙被送来的山庄。朕对燕儿自问倾尽所有，可当年终究是朕疏忽，让她吃了那么多苦。若殷氏奶娘带着孩子嫁入王府，日后再有了私心，那朕的孙儿岂不是又要重蹈覆辙？若那亲娘还在，该多好啊！好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是啊。福哥，娘来接你了。
你是送菜的啊？菜呢？今日我来不是送菜的。3个月前，我因为一些苦衷将我儿放在了此处。今日我来是将她接回去的。皇上，莫非这女子是小皇孙的生母？姑娘，你刚才说3个月前是你把孩子放在这儿的，那你如何证明你是孩子的生母？你是？我是孩子的祖父。你快说，你如何证明孩子是你生的？我儿子出生时，胳膊上有一块云朵样的痣。祥云胎记，真是你！你居然没死！苍天有眼呐！我孙儿的亲娘还在，太好了！你既然没死，那正好，快回去跟我儿成亲，日后好好抚育我的乖孙。多谢您的好意，但我已有心爱之人，我同他已经互明心迹，他也允诺向我发誓，会视我儿若亲子。那不过是你没见过我儿，我儿天人之姿，只要你见过，立马就会改变心意，保管你会爱上他。在我心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男子再比得过他。那人是谁啊？说来听听。我就不信，整个京都还有人的容貌比得上我儿。我此番前来是想接走福哥，感谢你们这段时间悉心照料。当初实乃不得已的苦衷，才把福哥送来此处。如今尘埃落定，还请应允福哥随我离开。福哥，倒是个好名字。这是我儿子的别庄，孩子不在这里，我带你去家里见他。等见到燕儿，他定会发现燕儿比他那心上人强多了。这老翁看着气质非凡，谈吐得当，应当是读书人家。好，还请阿翁带路。走。人怎么都走了？这条路怎么跟我回王府的路一模一样？听说王府的隔壁住着翰林院的学士，难不成是他们？到了。王府，这是您儿子的家，莫非是府中的哪位管事？放肆！敢说咱们镇北王是管事？这是当今皇上，皇上的儿子当然是镇北王了。一定听说过镇北王的大名吧？怎么样？是不是比你那个心上人好上万分呢？原来当年那人是王爷，而我照料了3个月的小皇孙就是我的福哥。看他这样子，肯定是吓坏了。你带他去换身衣裳，再派人给他好好打扮一番。是。你这样啊，我儿见了一定喜欢。王爷，可是皇上不是嫌弃殷姑娘出身低，所以没同意吗？皇上，我是李家捡回来的童养媳，夫君还未成婚就已经去了，为他守寡多年，您不会嫌弃我身份低微吗？因为镇北王诞下的小皇孙可是他唯一的子嗣啊！你为皇室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朕当然不介意呀。你别怕啊，朕为你做主，镇北王不敢不娶你。是，随我来吧。
来人！王爷有何吩咐？这殷蜜离都去了多久了？怎么还没有回来？也没个人来报个信。殷姑娘才出去半个时辰啊！啊！本王感觉像过了好久似的。啊，你这样，再派支护卫队，务必护她周全。是，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王爷这个恋爱脑啊，真是没救。皇儿，朕有大喜事要告诉你。儿臣参见父皇。哎呀，快起来！燕儿啊，小皇孙的生母没死，朕找着她了。难怪青天剑会跟朕说，星象会煦是难得的吉兆。3日之后便是黄道吉日，朕为你们大办婚宴。他没死？不是吧？我守护了这么久的情侣，这是要被棒打鸳鸯了吗？您确定是他？朕还没老糊涂。他不知道朕和你的身份，就能准确说出孩子的胎记。他一心想接走孩子，这份情谊做不得假。即便你们只有一夜情分，但他为你生了孩子，一堂堂镇北王总要对他负责吧？放心，我会娶你的。父皇，儿臣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怎么，你真要为了奶娘，连责任都不负了吗？你不能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啊！小皇孙的生母必须为正妃，你喜欢的那个奶娘为侧妃，就这么定了。父皇，儿臣绝无可能让蜜离为妾。至于儿生母，儿臣会自己会回的。她当年把孩子扔在门口，并未现身，或许她不想嫁给我呢。你这个负心汉！你好意思把刚刚的话当着他的面再说一遍吗？启禀皇上，镇北王小皇孙生母带到。蜜离，是你？是我。这臭小子，方才还跟朕摆出一副宁死不从的架势，这会儿见到人，眼珠子都不会转了。是我身外，花白云卷去来，推推古城万里，吹土吹尽千载。我是你途中有情山庄若怀，不动声色见你入心才自在。王爷，皇上还在。你们什么情况？你们认识？父皇，他就是儿臣要娶的人。你就是迷得燕儿神魂颠倒的奶娘？哎呀，是了，他一跟朕说小皇孙只是生母的奶，这臭小子竟然比我先认出你来。蜜离，我当初是被父王灌了药才……王爷无需解释，您的人品我信得过。天意如此啊，此乃天赐良缘呐！现在就派人操办起来，给你们赐婚。儿臣叩谢父皇。我哥的经历终于成真了。王爷，我想去看看我们的儿子。好。小福哥，你早就认出娘亲对不对？好孩子。
原来娘亲一个都不曾和你分开过。小福哥，你知道我现在这样抱着你，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什么？很多年前，我路过一家农户的门口，看到他们一家3口正在分食一个鸡腿，明明3个人都饿得骨瘦如柴，却还在互相推让。我当时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得如此开心。王爷，后来我才知道，家不是金玉满堂，而是有一个人始终在等你。米莉，谢谢你，守住了我们的孩子。你当年一个人独自生产，受委屈了吗？都过去了。任凭身纷扰飞絮，飘零不可及，偏不起，在我心上回不去，像一个印记，难消的。以后有我守护着你和孩儿，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们半分。最初的两心同中不渝。你这小福哥，专挑你爹的好使坏，是不是？王爷，明日我便要回村里待嫁，这几日就拜托你照顾小福哥了。他机灵得很，你千万别凶他。你现在眼里是不是只有小福哥了？自然是孩子他爹分量更重些。米莉，王爷，今日不可，你我明日大婚。我听说礼数不周，便会折损我们的福气，影响你我白头到老。堂堂镇北王，还会信这些？本王这一生，铁血沙场、尸山血海都趟了一遍，从不信鬼神。可这一次，为了你，我不得不信，因为我容不得半点差池，毁了你我这一世的圆满。哎，这福哥儿当真是王爷的孩子啊？这么金贵的人，真的要来娶你啊？怎么感觉跟做梦似的？娘，放心，王爷他很好，日后他也会一起照顾你。哎，殷米离是要改嫁呀？谁呀？会娶她这么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哎，你少说两句嘛！上次王爷的教训你忘记了吗？她都要嫁人了，王爷或许都不会管她。别说了。
君扁舟，几缕漂泊，与君迢迢跋涉江湖客。笑饮道是飞云远生杀予夺，皆愧意难捉。与君纵马驰骋山河，与君斩杀长我。镇北王前来迎娶殷氏密离。风华云烟，笔下梦泽。殷密离要嫁的是王爷，她凭什么？殷姑娘贤惠淑德，品行端佳，为镇北王诞下小皇孙，延绵镇北王府子嗣有功。皇上下旨，特赐殷密离为镇北王妃。原来殷密离生的是王爷唯一的儿子，母凭子贵，真是命好啊！可不是吗？可真是羡慕死我了。我这个亲娘的，这殷密离，她是王妃，还给战神王爷生了唯一的儿子。那我岂不是妈的王爷和小皇孙？哎呀，快闭嘴！以后忘记此事了。碧丽，我来娶你了。记忆在教室上装出清脆的香，我学着遗忘那暗自的忧伤，在夹缝里渗出温凉过锋芒。你要如成霜，逃不过你眼光，就这很忙浸湿的秋日脸庞。我是蝉鸣留在孤单沙漠，与我重生在你的刀锋之上，一点卑微不以枷锁为固，撞碎这宿命轰烈的响。福哥，我是娘亲，一日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呀？离儿，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王爷还吃自己儿子的醋啊！哎呀，你把他交给王嬷嬷的，你今夜该多看看我。好吧。这臭小子尿我一手。王嬷嬷，端杯水进来。把福哥带走。哎呀，小皇孙，交给我吧。快去快去。好嘞。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讨厌，你轻点。离儿，表小姐，表哥，你要做什么？你给我让开！表哥，表哥！王爷有令，今夜任何人都不能打扰。王爷终于要和王妃同房了，今晚谁也别想打扰他们。我赵多子誓死守护王爷的新婚宴。表哥也太过分了，嘴上说的那么好听，最后竟然娶了别的女人。也不知道尹姐姐此刻在哪儿哭呢。